今天很开心啊，我们请到的 Noah，他呢是我在半年前在我们 Oka 的店里面见到的哈，本来是我的观众要咨询一下来马来西亚的这个事情，他当时还在杭州到大马来考察，就在几个月前收到 Noah 的信啊，然后也看到你的 YouTube 视频，你已经带着2个小孩，一家4口到达了大马的槟城，对吧？也有了自己的 YouTube 的频道。为什么你的小孩才来几天就说他最喜欢的就是马来西亚？你又说自己一来就习惯了，空气当中都能感受到大家的善意。我本来觉得你要从杭州啊，要卖房，要处理一大堆的事情，2个小夫妻带着2个小孩要来，还是挺难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又这么快的来了呢？那今天呢，就想带大家了解一下 Noah 的故事，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心路历程。如果有人他也想要来马来西亚的话，那么也作为一个参考的蓝本啊。开头比较长啊，Noah，你跟大家也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诺亚。诺亚，那你本来在杭州的时候，你们夫妻2个是做一些什么？你可以做一些介绍吗？你们俩都是90后是吗？没记错的话。是，我们是那个做音乐啊，就是我们在那个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做演出，就是我们是做表演，后面就是自己开那个培训机构，然后再做演出，然后再大一些有孩子了以后就没有做演出，就做培训机构了。培训机构也就是给小孩子做音乐教育。对，就是教音乐，就像我们俩都是教音乐。你现在能够梳理一下是哪些点触动你觉得说哇，这个我必须要换一个环境生活吗？第一个就是我们2个想换一个环境啦，就是因为很多可能就是就本来也有这些想法，就是我们想要换一个环境，然后后面又是经历疫情啊，很多这种跟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了。我们很喜欢我们差不多从14年开始，就每年都会跑几个国家了，就是我们喜欢感受不同的人文，主要是不同的文化。然后呢，我们想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做音乐的，就是我们可能更灵活一些，相比于上班的话，那我们就想的就是，可不可以去别的国家，然后音乐上赚一点钱，然后我们感受一下那个一些生活，然后可能看。就是说，比如说2-3年以后1-2年以后再看怎么这些安排啊。本来就是有这些计划。你是天生的数字游民，因为你就有这种技能，对吧？可以靠自己的创作来生活。小孩的这个教育，或者你看到你所教的这些小孩，让你也有一些触动，觉得为了小孩的未来，也希望能够换个环境，是吧？这个可以介绍一下吗？是，这个是最大的原因啊，这就是最大的原因，因为我们2个都很喜欢小朋友，就我们真的很喜欢我们喜欢跟小孩交流，我们会跟他们聊天，然后他们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呢，其实相比于可能5年前吧，跟现在比就差很多了，就是他们的整体的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差的，就是他们会有一点呆呆的，就是第一个状态可以理解。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心理状态也是会越来越差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抗挫折能力也是越来越差。因为就比如说我们教他们弹琴，他可能弹着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他没弹好，然后也没有人说他们觉得一个事情没弄好，他就突然就情绪控制不住了，然后他们而且还有会这样，就是他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就可能就是他可能就是平时没有什么通道，他可能一点挫折，然后在我这里又比较放松，他就会可能就会大哭一场或者是，然后有很多小孩呢，他又是就是他们自己也知道的，就是我那个心理状态不是很好，因为他们爸爸妈妈还会带他们去看。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孩子，那有些孩子可能家里不重视的，他也不知道，但是也是有挺多这样的孩子。然后呢，他们又很卷，就不知道上海有没有我们，就我想的应该是杭州应该也还好，但是也很卷，就是他们会每天放学回来，然后写作业写到10点11点，然后呢，第2天又一大早去上学，特别是那些读初中的，就基本上一天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这个了。也没嗯有办法，家长也没有办法，就是个很无力的状态。然后我们看到，我们也是，哎呀，我每次都说你们不要这样子，辛苦了，就是，我说你们作业带过来，我帮你们写，你们练琴，就是不要这样子，就是不要这样子，不要紧的。然后，但其实他们也没，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就是他们也控制不了这些事情，他们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这些事情。这是他们整个状态啊，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所以你也是很敏感的，很预防于未然的。你的小孩还小，所以你就觉得不能让他们也就说到也变成未来这个样子，才下这样的一个决心，对吧？我当时觉得呢，你要出来的困难在于，第一个你说你还要搞定一些未来赚钱和筹钱的事情，甚至于还要考虑怎么样处理高价买的这个房子，所以我觉得哇，你面临的困难蛮多的，又有2个小孩，对吧？年纪又很轻。但是你是怎么解决的？然后你现在是带小孩让你这个怎么样住在槟城？你跟我们说一下呗。我是那个靠王太帮我解决的呀。就是那个时候聊天，他不是跟我说，他说你想的太远了，你焦虑太多事情不好。就我本来也知道因为我就是比较害怕，因为我没弄好，然后导致他们都就是家里别的人也因为我就是没有把事情准备好，到时候可能就是会受一些委屈，所以我就是总是想把事情弄得最好，最小风险。那个时候跟你们聊天的时候就这样，我自己也知道就有点焦虑。然后王太太不是就说你不要想那么远，不要这么焦虑，然后我就想得很短呀，我现在就想得很短，就不想很多嘛。至少我觉得，现在往后数，3年应该是可以了。就3年以后不行，我们到时候实在不行，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也回国，没关系了，就尽力了嘛。非常好啊，我觉得你非常好。那个时候其实房子那个时候其实见你们的时候已经卖了挺久了，然后我们也是本来就没打算卖很高了，能卖多出去我们就卖了，就开那个培训机构嘛，就是我们的学生都是很多年了，教很多人，我们很不舍得的，我们很舍不得他们也很舍不得我们。我有点不舍得问你这方面问题，就是担心你在还在牵挂这么多的小孩，对吧？这么多年教的，其实也还好了，我跟他们都有微信的，小朋友那么有微信，对，但是他们会舍不得我们啦，然后家长也舍不得我们，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也不是说不开就不开，那因为有很多小朋友他跟我们学了很多年，然后他们可能自己也有学琴的计划呀，他们可能自己要考级啊，或者是有什么要求呀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不管就不管，那我们就是差不多花了大半年时间来解决这个事情，然后房子的事情，还有卖房子、卖车子，还有卖那个，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来马来西亚。我们4个人来马来西亚的时候是没有托运的，就是我们什么都没带过来，我们提了一个这么小的箱子，然后背了一个包，然后真棒，我们就过来以后，然后到吉隆坡，杭州飞到吉隆坡，第2天飞到槟城，然后飞到槟城以后，我们就马上租房子，然后我们租到房子以后，我们连枕头也没有，被子也没有。然后我们就2个大人牵着2个小孩，然后我手上抱了这个被子、床单4套，然后2套4套，然后他抱了一堆枕头，然后我们再牵着小孩，整个商场里的人看到我们惊呆了，怎么有这么一堆人？然后我们就在那弄，什么都没有，就是我们想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也怕麻烦，就是因为小朋友他很折腾，就是这么长的路，然后还要托运啊，还要取行李，就我觉得太累了，对，所以我就什么都没带。这一次我回去要带一些那些设备啊，就是音乐上的乐器啊、设备啊、电脑呀这些带过来，之前都没带过来2个多。哎呀，我要先这个展开之前再小小总结一下。一方面你看我当时对你还有一个担心呢，就是在于你确实就像你讲的，你特别害怕，你有好多的顾虑嘛。通常都是在我见的那些所谓叫聪明人身上顾虑，他想这想那，但他很聪明，他精于计算，他最后得出结论就说先不动了。所以那些人是永远不会出来。但是我就看到，哎呀，你是这样，所以我们当时都在劝你说要先活在当下，能够把
后面的一步走好就好了，对吧？你知道在财务上，即便是理性的，大家也说，我有时候也会劝王太说，我们留有6个月的生活，那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再去挣下一份的钱了，所以不用太焦虑。哎，但是我发现哦，你来，我一直说为你高兴哦，不单单是你真的出来了，还有就是你也实现了人生观啊，这个价值观啊上面的一些变化。你这个就是叫活在当下呀，真正的活在当下，就是明白这个道理了，但是只能慢慢调整。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回去的时候也还是在想，就王太真的是我觉得很好，因为你们两个就是你是就是很善解人意、温柔的跟我们聊天，就是你怕说什么建议啊，什么到时候不好听啊或者，但是王太他就是很直白的。说我太焦虑不好，这样不好。对，我觉得就真的是很帮到我们。就是当别人这样在说你的时候，你这些缺点、这些问题，你才真的去认真的去对待。所以我们是这个是大智慧哦，因为真正拥有智慧的人呢，他是在行动当中体现出来的。只是如果永远在脑袋里想啊，当他去做的时候，他会发现这个世界跟他的想象是2条平行线，根本就不是一种。所以我觉得说你有一种单纯，你看你还说这次回去哪怕去拿些东西，也是拿一些电脑和音乐设备，那你就是很单纯的爱着你自己的音乐，爱着你从事的这个事业，这个都是好的，是一个积极方面的。那说一点开心的啊，就是说来说说看你是怎么适应的。我要问你一个大马人以前也经常问我们的经典问题，就是你花了多久适应啊？花了几天适应啊？能跟我们说一下吗？我经常就举起一个手指是1哈，但等一下我再展开，你来说吧，你怎么适应的？花了多久适应啊？其实我们这一次搬过来是没有适应的，因为我们在计划来马来西亚之前，我们已经来了几次啊？3次吧，好像，反正就是我们已经来了几次，而且我每次来都是常住一段时间。就我们，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决定了，就是所以我们想尽量的了解，而且我们也很怕，就是因为文化的差异啊，或者什么，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东西，就是可能文化差异啊，他们比如说大马人觉得我们可能哪里很没礼貌呀，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我们一担心文化的差异，第二也是担心就是大家能不能适应，所以我们是很常住在这里3次，然后我们是真的觉得这里很好，然后我们才搬过来，所以这次搬过来基本上没有什么适应了，因为小孩也很熟悉这里，就小孩还有适应期对吧？不是说还没适应。对，因为我们真正在这里住下来以后，才发现真的是会很友善，就是我们来之前就是知道马来西亚的人很友善，但是我们来了以后是真的觉得大家真的很友善，就是可能超过国内的人能普通想象的友善。所以你可以举些例子吗？就比如说打招呼啦，就打招呼，就是我很难想象可以跟陌生人这样打招呼。就我上次跟你说的，就现在我们就是习惯性，不管认不认识，我们都会跟他们就是起码微笑点头打个招呼。是因为刚过来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对我的，就是大家都会不认识他们也跟你笑到这里点一下头，然后就我都每次就反应不过来，因为我不是很擅长这样笑，我在笑这个会抽搐，所以我就不太这样不太就这样明白，然后就还没变习惯过来，对吧？对，别人就跟你打过招呼走掉了，我都没反应过来，然后我就想他们肯定一眼就看出来我是中国人了，就是你看这个表情这么凝重，就是肯定是，然后我就练习，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我们也是这样子，就当你这样去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很开心的，其实就是因为你每天会收到很多这个微笑、这种打招呼的这种感觉，就是其实是就会让你整天的这个状态都是很好的啊，包括你可能去商场里面买东西啊，或者是吃饭呀，或者是打车呀，它总是会这样子，这就会给你很多积极的影响，就你会觉得整个状态就是很好的。然后就是像这种的友善，就是可能我们在正式住到马来西亚之前，你也听说大马人很友善，然后这里的氛围很好，但是你很难想象是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来了以后非常好，非常好，知道就是当然
那正好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你小孩回去以后就是说啊，这个没来多久，一回去就跟人家讲，我最喜欢的就是马来西亚，我要快点回去啊，是为什么呢？那还是弟弟才3岁多，他搞不清楚，他就这样子。哥哥更夸张，你哥哥要是跟哥哥说给你带回去，他可能要大哭一场，就是他们能享受，就是可能是学校里面也很开心啊，然后平时的这个活动，就是放学以后他比如说在这个公寓里面他那些玩呀，跟别的小朋友玩呀，游泳呀，或者是出去玩呀。因为这里的，因为槟城它相比于吉隆坡，它就是更加我觉得友善一些小孩了，他们可以去海边呀，去玩水呀，或者丢石头呀，或者是干嘛的嘛，他们就是很多这种就是小朋友的这种活动，然后他们学校里面也是很开心，就是所以小孩是最快适应，我们也猜到了小孩应该会很快适应，但是还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快，就是很快就适应。是，所以还是很快。所以像你说的，他们要比如说别人要考虑搬来马来西亚，就是才是大人了，就是大人自己的问题，就不用想心理的这个障碍，对吧？对，所以我每次举起一个别人说啊1年啊，我说不是，1周就适应了，这也是很快的。是真的，就是你一定要了解这里的文化，就是你要了解这里是怎么样的，这样子呢，你就保持一个很尊重，然后大家因为他们会很尊重你，然后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很友善的这个互相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容易发现这里真的很多美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是，如果你是真的想好想来这里的，其实很容易适应了，我觉得。我想还要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因为你是在槟城啊，我觉得槟城一方面呢，办事的速度和政策都是很好的。你们小孩可以就是2个小孩是这个，一个是已经读书了，对吧？已经去学校了，然后呢，你们一家人4个人都可以靠学签和陪读签就可以生活在槟城，生活在大马，对吧？这是一个生活的这个方式。那他现在在做些什么？他感觉怎么样？但其实他也很适应，他也很喜欢这里，特别是我们开始做 YouTube 以后，就是大家给他这么多这种关心，然后就是他也是就是很喜欢了，就是他也没想到就是会这么好，对，所以我们正好就都很适应。我想正好可以聊一下你们现在在做的 YouTube， 你们的这个怎么想到也去开一个频道，然后做了之后收到大家的反馈怎么样？也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很多原因了，就是如果我说是记录一下这些，有很多原因了，但是我们也想着要赚钱，就是正常啊，正常有收入嘛，对，因为我们想的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分享，除了分享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也是做教育的嘛，我们想的也可以分享一些教育啊，分享一些生活呀，或者分享一些音乐啊，等等，就真正做了以后，超出我们预期了，就是超出我们预期，因为真的是收到很多，但是大家就是很友好的这个留言呀、关心啊，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这已经是超出预期很多了。就有没有哪些是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个留言啊，或者观众跟你们的互动，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有很多。第一个最让我非常有印象的，就是有一个观众，他是问我认不认识你，我说认识的，然后我说认识，然后我说之前来找过你们吃饭，然后你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然后他就在我们那个影片上面留言，告诉我们，就如果小孩生病了，你可以先去诊所看，如果诊所不行，可能去医院，然后他们会推荐你去医院，然后会怎么样，就他给我们很多生活上很实用的建议，就这些建议他跟影片内容是无关的，就是他就是帮我们，就是真的是我们感到哇，怎么会这么好？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有一种就是感觉，哎呀，大家这么好，就是我们受宠若惊，就不知道，就是有点感觉不配得，就真的是很好，有很多关系，就是很生活上的建议，就比如说过年前的时候，我们发影片，他们就会跟我们说，
过年的时候你要备什么菜呀，就怎么样呀，然后他们也会跟你说，过年的时候哪里有什么什么活动，你们可以去玩呀，怎么很适合小孩，就真的是很好，就我们因为我想的就是互联网上的这些东西，那肯定就是你如果你想要做的好一些，那就肯定是有很多好的回馈和不好的回馈，但是基本上都是很好的这也是我们没想到的，就是在网络上面。大马人也是这么友善，就是这也是没想到，就是我想的肯定是也会有很多人可能会，但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觉得真的是很好的，就这个 YouTube 真的是很好，就即使他做的不好或者是怎么样，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了。因为我们从中国出来啊，就是说我们也很害怕在网络上发言啊，或者怎么样，动不动就有所谓的键盘侠，对吧？或者是黑粉，就非常不留情面。确实，我们一开始也是被大马人的这种善良啊很感动的，一开始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就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会跟我们讲，哎，你看有什么活动你可以去，甚至于已经有很多人。跨种族的印度人啊、马来人啊，说邀请我们到他的家里去，哇，这对我们来说又是解锁新的世界，可以去探索。至今还是生活在这种，这种感激啊和这个美妙的感觉里面。但我个人的感受呢，我想跟你分享。也有大马朋友提醒我们的，就说，哎，很多善意啊，你就把它接收下来。那么你接下来怎么做呢？你也对别人微笑，你也去帮助这个你可以帮助的人。可能我们当时想跟你聊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有很多人跟我写信嘛，那我就是说，哎，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帮助的？那你既然接收到善意，就把它散发出去，那它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欢迎去关注他一下哈。对，我跟他说，他平时会跟我说。OK，我他会，for you，他会这样子。对，然后他跟我说，前两天他跟我说，他说他想说什么东西没了嘛，这个东西用完了，然后他说了一个没了完了，他说，就是他就是都被这里的这个语言带跑了，也是。很有意思，没什么不好的。我小孩也是，他跟他的马来西亚同学就完全来了几个月就是一样的口音。有一个就是他们小孩子一起玩游戏的视频，就是哇，他学的真的很快，我很佩服小孩，所以我们要尽早的把他扔到一个正确的地方，也是孟母三迁的意义。哎，来说一说过年吧，因为正好你来这一次呢是跨了一个华人新年嘛，感受怎么样？今年我们从办年货开始。就在筹备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我们没有过年的这个，就是对过年的这个东西啊，就是真的是了解的很少。然后我们也形式上面也其实不是很注重这个事情，但是在这里就是从办年货开始啊，还有过年，然后那个灯会，就这里有那个极乐寺灯会是超美的。一个灯会，对，还有庙会就很热。那个庙会，他那个下午他很早就去了，很热，因为他也要拍那个影片嘛，然后很热。然后小孩子玩也是很热玩的，然后他们晚上玩到10点钟回来又打不到车，再走回来，然后花时间，就是有很多人。但是他给我看那个时候，就是我很遗憾啊，就是我也很想去，超想去，所以我们就急着等那个拜天公的那个时候就回来，就是早上回来。晚上就去拜天公，就是哎，我们去了解这个，可以啊，我还没见过拜天公啊。来，那先说说看，你回到杭州看到的过年氛围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一回去几天，小孩就说，我最想回马来西亚了？这个是怎么回事？杭州的氛围好吗？如果只从比如说我们回到家。其实就是真的很冷清了，就是很冷清，因为我们住的是可能是比较新的那些城区，就是大部分的可能是在这里是来上班，可能是外地过来工作的，那过年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就是本来它的冷清，再配上这个空气这么冷。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凄惨的感觉，你知道吗？上加冷。他2个人去那个游乐场所，他们一边在那边晃，我就在那边看，就是感觉很可怜。就是我们2个人就背景音乐，就是很惨。然后OK，然后我再带他2个人去，就除了亲戚吃饭以后，然后我带他去吃麦当劳，就很可怜。就是我们2个，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就是就不是很热闹，就是
就是说可能也会有商场里可能也是有人，但是不是像这里就是很浓的这个新年的这个氛围，就是大家都想过年，然后那个拜天公那个时候那个烟花呀这些就是。我说他那个烟花就是拜天公那个烟花就是非常的这个夸张，非常夸张，就没有见过那么多，就是这个就是在头顶上，我们都没有见过这样。然后就是大家都没见过，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就这一次刚搬过来的时候，他们12月底还是1月初就在放烟花，就小孩都是很新鲜，我们也很新鲜的看这个，然后等到那个。真正过年拜天公那天晚上，就是真的是就是惊呆了，就是大家会这样子，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个事情，等这个全部结束以后，12点多，然后他们放烟花，然后全部弄得差不多了以后，然后走到公园里面，还有小朋友在那边玩，就是凌晨1点多，这个小朋友在那边滑滑梯、荡秋千，然后嘻嘻哈哈的，就是。那我想，哇，真的是很厉害，他们这个文化，这个传统，就是你看这么小的小朋友1点多不睡觉，然后配合这个烟花的这个背景，我觉得就是这个天空可能它就是一直会流传下去，这些传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对，它文化呢是活的哦，这真的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它不单单会传承哦，我有种感受，就它并不是完全和中国一样的，甚至于因为我们丢失了文化以后呢，是不太一样的。只不过就它的基因有一样的地方，但是发展到某一个时间节点，可能从明朝、清朝或者之后开始就完全分叉了。你看，我跟你举一个例子，我今天去小孩的学校。他们呢办的一个舞龙舞狮的活动，每年春节开学以后啊，都会邀请这个活动。那我今年仔细看呢，就跟我以前观察到的，很一样的。这敲锣打鼓的，很多都是印度人、印度小孩、大人，也有马来人。那所有的老师，不论是白人的，还是说当地马来西亚的老师，家长。各个国家的，韩国的、日本的，有些我们从台湾过来的，然后其他国家的，大家呢都按照约定，能穿红色的或者偏向红色的，就都穿上红色的。所以我的感触很深，就是他对其他人也是有影响的，而且呢，大家都很认真的参与这个事情，就是对吧？就是别人都来尊重某一种文化，那么对方啊，他也就会反过来尊重你，其他人都会去啊，你看这个很多白人小孩，他也很开心啊，去摸着那个狮子啊，要去讨那个抛出来的杆啊，大家看的也很热闹，有人掉下来，大家都很心惊，都去关心这个人，所以。就说他在这里是完全是另外一份这个独特的基因生根发芽，而且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就是原先你能想象的吧？武士队这个狮头上面有一圈写的是英文，是其他种族在敲锣打鼓，甚至于在表演。哇，这个就非常棒。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啊。就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就是我觉得这里的人把这些文化就是这些事情做得这么好，它就是能让这么多人感受到这个新年的这个魅力，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对，很好的一件事。那我们如果不是来这里，我们根本想象不到这些事情，是很讽刺的事，是吧？我们是到了国外才感受到新年。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是我今天还把舞狮的剪辑了一个小视频，然后呢我就传给微信上的一些朋友啊，我说呢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舞狮啊，以防你们没有见过。我说让你们也长见识，我们也没有那么见过，真的很棒很棒。那说说未来吧，最后一趴就是憧憬未来，你还有一些什么担心吗？你未来的计划是怎么样呢？其实还好了，就没有这么担心了，就担心好了，就担心好了。可能现在想太远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反正我们尽力了，我们尽力好好的享受这里的生活，然后把自己的事情弄好，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吧。对，太好了，就是这样。我觉得你就是真正的活在当下，但又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去做一些什么，感受一些什么，这个真的是非常棒。好的，祝福你。反正我们还是很享受，我们很享受啊，就是我们很期待，就是等到所有的事情再稳定下来以后，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更好的，就比如说我们有车呀，就更好的去感受这别的地方等等的，就包括就像槟城应该不算很大了，就是他们都说整个岛你开车2个小时就能开完了，但是我们也没有把每个地方都去过，然后包括那个就是另一块北海那个，我们也没有机会，因为没有车，然后我们一赶过去，回来接小孩就来不及，然后周末呢又怕就是白天又怕热呀，不好打车呀，就很麻烦，就是所以我们等到可能之后就是我们还是很期待接下来就是更深入的体验这里的这个生活。慢慢来，倒是没有什么顾虑，对，挺好的，就当每天都是旅行，是吧？是，好，真棒，身体旅行，小孩旅行，心也在旅行，哎呀，真的是祝福你，希望你谢谢。这个是让我充满了这个更多的正向的东西啊，因为我觉得这样说不定也可以带给其他人一些勇气，就是看到你作为一个蓝本很好的一个参考样板。就是还是祝福你，祝愿你们这个生活越来越顺利 ，YouTube 也越来越火，音乐事业成功落地。谢谢。好。